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2月12日啊。今天太阳是不错啊，但是呢，今天的这个风是很大的，所以呢，我只能把手机拿在手里面啊，我没有办法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因为风一吹就倒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还是和大家聊一下啊，就是关于投资买股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就是止损啊还是硬扛啊。那么因为有一个网友呢，他给我问了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网友经常问我问题，然后每次我也都回答他了。那么他呢，昨天又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看到新视频了，逻辑很清晰，你在相关股票底部附近拿到了重仓，这个点位抓得很准，想请教个细节，在这种洗盘后的低位入场，止损是必须挂在系统里吗？还是说只要比特币15万的大逻辑没变，中间的回撤可以靠仓位管理硬扛，不需要频繁去止损？想听听你处理这种高弹性品种的控仓心法啊，谢了啊，因为我把这个问题呢，用另外一个手机拍了张照，所以我就读一下啊。现在我把这个另外一个手机放好了，我就可以回答了啊，不然我的手不够用。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就是问，当你买了一个股票，对吧？那么这股票没有涨啊，没有朝你的想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它跌了，那要不要有止损？要不要就是硬扛，对吧？其实还有就是要不要补仓啊？因为大部分我们碰到的这种情况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要不要止损，要不要补仓，还是要不要硬扛，对吧？就是一般都是这3种情况啊。那么我呢就举几个例子啊来讲一讲，因为其实在这个方面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方式啊，包括很多投资的专家，对吧？你像什么巴菲特啊、芒格啊，还有很多做短期的人，对吧？他都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一种系统啊。这系统其实就是说，他长期以来就是维持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投资的。那么大部分的这种短期的投资者呢，他们都会有一个技术上的这种止损啊，比如说他在一个位置买入以后呢，他觉得啊这个价格低于前面，比如说一个什么2根线，对吧？他就把它给止损了。或者说他有的人是靠金额的，他说跌到我投资的金额的2%、5%啊，他就给他止损了，对吧？这种都很多。那没有像芒格、巴菲特啊，他们就是不止损，他们呢就是长期的，对吧？哪怕股票跌到50%啊，只要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变化，那么我依然会持有，对吧？那么在我看来呢，这个是要就是根据具体的你买的品种，还有你买的时候的想法来进行一个就是计划啊。比如说我之前我就举一个，比如说我买英特尔，那么这个英特尔呢，它也是从50多元吧，一直跌到18，对吧？它先是有一次财报它一下子就跌了好多啊，跌了差不多有30%吧，大概，然后就跌到只有30多了，好像还是20多，然后又接着往下跌到就18、19的样子。那么从它的高位呢，就一下子跌掉了，它高位是50多嘛，就一下跌掉了，反正差不多跌掉了60%吧，就只有40%了。那么
像英特尔这种公司呢，就逻辑上来讲，对吧？就它是不太会倒闭的，就因为它是属于美国的这种王牌企业，对吧？支柱企业，就它正常情况它是不太会倒闭的。那么在这种它跌掉60%，然后我又觉得这个公司是不会倒闭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英特尔它当时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它换了一个 CEO， 换了一个叫陈立武啊，反正也是个华人嘛。那么看看这个陈立武的各方面的简历呢，各方面呢，你就觉得他未来是比较有希望的，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他就算继续往下跌啊，它再跌个30%，那我依然也不会去就是止损的啊，也不会就把它卖掉的。那么有一种可能性，对吧？就比如说它继续往下跌，跌到后面呢，它又突然发公告了，说这公司不行了，要什么清算了，要破产了，啊，要倒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引起重视了，就你要考虑，就是我不是你，是我，就我要考虑了，他到底要不要再继续等下去啊？因为这种他如果一旦发公告说自己要倒闭了，或者什么，这种情况的，那就很麻烦了啊，那有可能真的就会破产，对吧？这种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他说我的金额，我的这个公司不行了啊，好几次财报都是亏损，然后跌掉，比如说又跌掉50%，啊，但这个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公告出来啊，说举个例子瞎扯，比如说乔布斯啊，或者说黄仁勋要来掌舵英特尔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值得继续等待的机会呢？那我认为是的，对吧？所以就是说你也要看啊，就一个是公司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一个是就是管理者啊会不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情况啊，所以管理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看一个公司的时候，你有时候也要看一个管理者，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是一个例子啊。那么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之前做空白银啊，我在白银120块的时候我去做空，但之前其实我也做空过黄金，那个时候黄金只有3600啊，还是多少钱？那我都是要设止损的，对吧？首先，因为在3600的时候，我只是预测它可能成为要顶部要跌，但事实上有各种可能性，因为这种下跌它只能下跌100%，对吧？你说3600跌到0也就100%，上涨它是无止境的，它涨到36000也行，对吧？就像比特币，它从很少的钱就涨到10万美元。那你有再多的钱，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去扛单，是吧？所以你在这种东西的啊，尤其是这种什么能源啊，这种矿物啊这种东西的啊，商品这种东西，尤其你是做空单的，那么你一定要考虑好止损，这个是不得不止损的啊。所以呢，就是一般这种止损就会向上一个位置，对吧？那么就像这一次，我比如说$120我去做空白银，虽然说它已经涨到$120了，但我做空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有点发慌了啊，因为它再涨到150呢，或者再涨到200呢，都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就是其实在做空的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是要关注的啊。首先就是市场的这种疯狂的程度啊，就你要看看这些就是大家的状态，对吧？还有就是这个它的这种持续上涨的这种动能啊，因为有时候你还是可以从当中看出一些技术上的一些
一些感受啊。当然了，因为现在的跟几十年以前不一样了啊，就几十年以前它可能这个技术就很老老实实的，虽然有滑头狡猾的一面，但基本上还是老老实实的。你现在的这种什么假突破啊，或者说假破位啊，都是很多的，对吧？有可能你一止损了，它就又涨上去了，或者又跌下来了，都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要仔细的去分辨啊。所以我现在一般来说，我不太看技术上的这种位置啊，我一般看的是人心，还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像这个白银做空的时候呢，这是肯定要设止损的。我设止损的逻辑也很简单，我也不会去看它什么具体的什么点位是多少，因为技术上我说了，我不太信这个东西，对吧？那么我就看，比如说我今年我之前几单啊，我赚了多少钱，然后我觉得这些钱啊，我允许亏30%，或者说我最多亏50%，我要看这个单子值不值得，对吧？比如说他做空，他白银从120块，啪一下它跌到80块，第二天啪一下跌到74块，啊，这我从白银120跌到74，这基本上我都就是80多的那根很长的下跌的，我都是吃到的。第二根我就不等了，对吧？那这个下跌30%多40%，加上我当时做的是2倍的做空，那就是有60-70%啊，反正我差不多盈利50%吧。那么我觉得你就是我亏损，我比如说我愿意亏损个20-30%，那么我盈利啊，我一下子盈利了50%甚至更高，对吧？那这个我就觉得还是值得的啊，因为这种机会就是说那个正好这种机会上涨了那么高，你要再去等那么高的一个机会也很难，对吧？你看它现在就是动来动去的，它就很难涨上去了啊。那么现在这种位置就不好做，对吧？你看它涨，好像它涨跌涨的，你就不好做。好，那我再拿就是我现在投资的这个比特币相关的股票啊，我来举例子。那么首先呢，就是从股票上来讲，比如说你像 Coinbase 啊，还有这个那个微策略啊，他们最高位都在$450左右。那么现在呢，又跌到了比如说$150，甚至像$100多吧，差不多。那么下跌了60%到70%，对吧？当然了，这个跟那个英特尔可能还不同，对吧？因为它的弹性肯定是很大的。因为英特尔这种公司啊，高科技虽然是高科技，但是还是比这种金融类相关的，我觉得应该来说要保守一点啊。那么像金融类，尤其又是挂上数字货币的，对吧？挂上比特币的，它弹性可能会更高啊。但是呢，这只是一个股票上的一个指标啊。那我们再换过来看比特币的指标，比特币啊，它从最高位就是12万多啊，反正就12万吧，现在跌到6万啊，那么其实也是下跌了一半了啊。而且就是现在市场的声音啊，都是觉得全力的在看空，对吧？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比特币要跌到更低啊。那么在这两个价格的这种指引下吧，或者说观察下吧，那么我觉得建仓呢是合适的啊。那么一般建仓呢有几种方式，那有的人呢喜欢他说我先买一半，等到它跌了以后呢我再去补仓，对吧？或者说他分几次买啊，这是一种。有的人呢，你像我呢，我就喜欢一次买完啊，我也不想再去补仓，因为为什么呢？就像我之前拿那个英特尔这个例子，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它从50跌到18，那18它又跌到9，又你又去补仓，它万一再往下跌呢？就补仓的坏处就在于，如果你补了以后，它继续再往下跌，这个时候对你的心态是一种双重打击。你会觉得你错了2次
就你人错了一次，像我买完，比如说我买完，我说什么就在交易里面，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个比特币突然发疯了它给你跌到只有，比如说10000美元了，对吧？那就是你怎么办？就如果我60000美元我去买了，我说我要补仓，那它跌到30000美元，我肯定会去补仓的。甚至有的人，比如说60000美元，它跌到50000美元，你就去补仓了，对吧？那如果它跌到10000美元怎么办？就是你买，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亏只能亏一次，你不要亏2次所以我是选择不补仓的，我就直接买进去，然后亏也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年赚的钱，我觉得可以亏掉30%还是40%，对吧？那比特币这个东西，我觉得，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它会，这个股票它未来会涨5倍比特币涨到15万，我觉得这个股票它会涨5倍，涨10倍，或者说涨几倍，那么我愿意，就今年我赚的钱，我愿意亏50%。比如说我今年赚10万，那我愿意亏5万，那我觉得也是 OK 的，因为我就把它当做做生意嘛，你做生意，你去开个商店，你去开个店铺，你也有生意好跟生意不好的时候，你生意不好的时候，你有几个月亏损，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吧？那基本来讲，就是如果我做这个交易做久了，那我基本都是盈利的，所以就是一些这种亏损我也没有那么在意，对吧？而且就是在这个价位它再继续往下跌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其实没有什么100%准确的说法，我只是说就是说其实你们去看很多人他说这个比特币他说明年只有3万了，明年只有2万了，他们很少会说明年变成0了，一文不值了，这个没有几个人会说，对吧？就哪怕是你现在带风向的人你比如说什么水军5毛他也不会说这个东西明天就变成0了他也要说这个东西明天要跌到什么什么1万、2万、3万，对吧？这个都是有的因为其实整体的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它已经不是一个就是过去的那种数字货币，它其实现在是一个金融投资的一个标的就很多什么股票ETF 什么都在投资所以就是对它的判断就是会把它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很好的你说这个比特币我要或者一个什么股票，我要等到它跌到一个比如说它跌到2万我去买，或者说这个股票跌到正好跌到10块钱开始涨了，我要在10块钱买进它。但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一个人，你就知道你是不太可能买到最低的位置跟你在最高的位置卖出的因为最高的位置跟最低的位置它都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一个位置，它是一个必然的在我看来，对吧？它就是一个就是大的玩家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一种控制这个不是说你一个小玩家你说我等你能预测，你能等待，你能接近到就是接近但是我现在呢我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就比如说我觉得我20岁的时候，我可以一直在屏幕那边一直等着，一直等待我去看它24小时都没关系，对吧？我等待。但对我现在来讲，我40多岁了，我去等待它，一直看着它，我花费的精力、花费的时间是远远不值得。你一直看着你人，我还不如来海边晒晒太阳，呼吸点新鲜空气锻炼我的身体，对吧？这个是更有价值的一个事情。短期的，因为这种短期的收益其实没有意义。就比如说我在6万买进这个股票，现在是150块我觉得它涨到500块，那就是翻3倍，对吧？那我看的是一个3倍的一个概念。就你哪怕你再低一点，你让我多赚个几十%，跟这个3倍的比起来，就差得好远了。就这个就没有意义而且如果你每一个都去这么看，那我觉得身体是坚持不了的就像很多比如说做短线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年轻的人啊。这个看过很多这种书的人都知道，对吧？这种著名的这种，我之前说什么聪明的投资者啊那些书，就做短线的基本上都是很年轻的人，到了一定年龄他是做不了短线的，心态上，还有就是经验上啊，就会告诉他这个不如长期的看来的划算啊，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啊我想聊的，谢谢。